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，我是马永昌医师。在之前的一集，我们有跟大家介绍过 Mewing 透过口腔重训来让五官变得更立体的做法。但你知道吗？99%的人在练 Mewing 的时候，都会因为犯了一些致命的错误，不但没有变得更好看，反而影响了脸型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们会更进一步跟大家分享：第一，正确口腔重训的步骤；二，嘴巴闭起来，也就是口腔建立负压对 Mewing 的影响。三 ，Mewing 练不起来跟舌系带过短有什么关系呢？最后，如果你很懒得练习，那又可以怎么办呢？ Mewing 的关键是舌头要放在正确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在上颚前牙的后方。你可以利用发这个点来找到这个位置。确定位置后，让舌尖轻轻地放在这里。接下来一边微笑一边吞咽。这个时候的重点是，做的时候只使用舌头的后1/3来吞咽，而且嘴巴一定是闭起来的。在你进行了多次吞咽，直到都没有口水后，口腔就会变成一个负压的环境。口腔负压可以帮助你不需要耗费力气，就能够轻松地让舌头贴在口腔的顶部。最后，注意你的舌头后面1/3有没有贴在口腔的顶部，同时收紧下巴，这样就可以维持正确的 Mewing 姿势啦。Mewing 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口腔姿势，它能够让你的脸型变漂亮，呼吸变顺畅，身体的姿势也会变好。但很多人一开始就犯了一些常见的错误，导致效果不佳，甚至可能影响下颚的发育。最常见的错误之一就是只用舌尖施力，舌根却没有在动。其实，正确的 Mewing 姿势应该是让整个舌头，特别是舌根的部位也紧贴到上颚，不然很难真正的改善口腔姿势。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，嘴巴用力闭紧，导致下巴过度的紧绷。有些人在练习的时候会刻意的闭嘴，甚至让下巴出力，这样反而会让脸部的肌肉变得僵硬不自然。最后，只练了几天就放弃，是很多人无法看到成果的原因。Mewing 不是短期就能见效的方法，而是一种需要长期练习的习惯。只有持续的练习，才能够真正的对脸部的结构产生正确的影响。如果你对于做到以上的动作感到非常困难，那么你很有可能是因为舌系带过短的问题，或者是有反吞咽的问题。各位观众可以自拍一张舌系带的照片，在 IG 私讯给我们，我们可以帮你做简单的评估。刚刚讲到口腔重训最容易失败的原因当中，有提到口腔负压。那为什么只靠舌头贴上颚还不够，还需要建立口腔负压呢？根据研究发现，口腔内的压力变化跟我们的生理功能密切相关。我们在吞咽的时候，舌头会跟软腭接触，形成强大的负压。这不仅能够帮助舌头和软腭保持稳定，还能够减少神经肌肉的活动，让呼吸更加顺畅。而在吸气跟打呼这2个阶段，压力变化会特别的明显。尤其是在强制吸气的时候，口腔内的压力可以达到59.8毫巴，这显示出舌头和软腭的活动增强。更重要的是，适当的负压可以帮助打开上呼吸道，让气流更顺畅，还可以防止在睡觉的时候舌头跟软腭阻塞了呼吸道，这样会减少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风险。所以，维持正确的口腔负压有助于脸部的自然发展，避免嘴凸或是下巴后缩的问题。这也是为什么 Mewing 这么强调舌头的正确姿势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有舌系带过短的情况，这也会导致舌头没有办法贴着上颚，这会直接导致 Mewing 练不起来。舌系带过短指的是舌头底部的系带组织过短或过紧，限制了舌头的正常活动，无法正确贴合上颚，会导致口腔内的压力失衡。然而，当舌头无法正确定位的时候，许多人往往会依赖口呼吸，这就会衍生出其他更严重的健康问题。在我们另一支影片中也有提到，长期口呼吸会使鼻腔的功能变弱，导致鼻腔和呼吸道干燥跟发炎，进一步又在增加呼吸道阻塞的风险。呼吸道一旦发生阻塞，你就很容易发生打呼的情况，最后就不得已又变成了睡眠呼吸中止症。
而如果你是呼吸道狭窄、容易阻塞的人，你的身体姿势自然就会变成乌龟颈的形态。这样子的姿势是为了让呼吸道有更多的空间能够进入肺部，会导致夜间磨牙、乌龟颈和富贵包。磨牙不仅损伤牙齿的表面，还会加剧颞颌关节的负担，导致更严重的关节问题。这边我们就来教大家几种方式来自我检测你的舌系带有没有问题。前舌活动度，这边我们用到一个量测的比例叫做 TRMR-TIP， 这部分是在测试舌尖能不能够顺利碰到上排门牙的后面，透过舌头能够伸出的长度比例来分成4个等级。等级1 TRMR-TIP 大于 80%， 这表示你的舌头活动度超好，舌尖很容易就能够碰到门牙，说话和吃东西都不会有问题。等级2 TRMR-TIP 介于 50% 到 80%， 舌头活动起来也还 OK， 日常生活不会受到基本的影响。等级3 TRMR-TIP 小于 50%， 这表示你的舌头活动度可能有点差，有的时候会觉得舌头伸不太出来，讲话吃东西会觉得怪怪的、卡卡的。等级4 TRMR-TIP 小于 25%， 这表示你的舌头活动度非常差，舌头几乎动不了，因此它可能会影响你的咀嚼、发音，甚至说话。后舌活动度，这边我们用到的是 TRMR-LPS 指数，这部分是在测试舌头能不能够贴住上颚，也就是我们 mewing 最重要的动作。根据舌头能够吸附上颚的比例，我们分成4个等级。等级1 TRMR-LPS 大于 60%， 这表示你的舌头可以很轻松的吸住上颚，活动度非常好。等级2 TRMR-LPS 介于 30% 到 60%， 表示活动度还不错，舌头吸附上颚没有太严重的问题。等级3 TRMR-LPS 小于 30%， 你的舌头是不太可能顶到上颚的，活动度差，可能会影响吞咽和发音，有些人在喝水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呛到。等级4 TRMR-LPS 小于 5%， 你几乎不可能做到舌头顶着上颚，因此你会出现吞咽困难、呼吸问题，甚至会影响到睡眠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是家中小孩舌头的活动度非常受限，建议你一定要尽快的咨询专业医生，以做进一步的评估舌系带的状况，这样可以确保你的口腔以及呼吸道才能够正确的发育。mewing 虽然有效，但需要长时间的练习。如果你没有耐心，每天坚持不下去，那么有一款口腔重训机可以来帮助你。如果说 mewing 是徒手重训，那么口腔重训机就是使用机器重训。口腔重训机会让你的舌头自然的吸附在上颚，因此你无需刻意用力就能够练习 mewing 的效果。此外，口腔重训机的肌功能矫正牙套可以引导舌头到正确的位置，无意识的状况下也能够维持良好的口腔姿势。这对于儿童和青少年而言，能够帮助他们促进脸部发育和齿颚矫正，同时又避免嘴凸和下颚后缩的问题。而对于成人，口腔重训机也可以有效减缓你的睡眠呼吸中止症。透过口腔重训，无论是想改善脸型发育，还是优化呼吸和睡眠状况，你都能够轻松地养成正确的口腔习惯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。对我们这个内容有兴趣的观众朋友，请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马永昌医师，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理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